就是这儿，给我上！你们不要过来啊，要不然我报警了。老板好！你们谁是管事的？我是这儿的厂长，小兄弟，你找我有什么事？张厂长，这传单是你发的吧？是我。小兄弟，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我们就是专程来应聘进厂的。您看，你这边还缺不缺人啊？啊，应聘？对，我这3000兄弟，你要不要？要肯定要，但兄弟，我多嘴问一句，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啊？因为我绑定了死尸系统啊。林凡，咱们分手吧。瑶瑶，别闹，这种玩笑开不得。闹？谁和你闹了？实话告诉你，老娘已经有新男朋友了。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可你对我好又有什么用？林凡，认清现实吧，你就是一个穷屌丝，刚毕业就失业，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你看这车，得几十万，我男朋友挥挥手就有了。跟着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上？你个穷鬼，以后咱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别再纠缠我，不然要你好看。瑶瑶，我求求你别跟我分手。穷鬼，给我滚！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没钱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楚瑶，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给我等着！等老子发达了，我要你后悔！检测到宿主拥有极强的负面情绪，死侍系统正在绑定。什么鬼？恭喜宿主，死侍系统绑定成功，新手福利正在发放。恭喜宿主获得3000死侍，时效1个月。死侍系统，这真的有3000死侍？不是，这里是都市，不是古代，我要那么多死侍干什么？造反吗？电子厂？等等，我貌似可以让这些死侍去电子厂打工啊！1个人5000，10个人5万，100个人50万，1000个人500万，3000个人，妈的，我要发了！厂长，你管人家怎么认识这些人？咱们厂现在那么缺人，还犹豫啥？赶紧让他们进厂啊！哦，对，兄弟，咱们里面请，好好详谈一下。好。林凡老弟，来喝茶，润润嗓子。张厂长，客套话就不说了，我那些兄弟还在外面等着，咱们直接谈正事。对，正事要紧。这样，我马上给兄弟们办入职，月薪5000，明天就上工，你看怎么样？张哥，不用等明天，今天就能开干。不过我得提前说好，他们的工资你直接统一发给我，然后由我来分给兄弟们。这当然没问题，老弟你就相当于是我找的外包嘛。放心，这规矩我懂。老弟，还有别的要求吗？要求嘛，倒还真有一个。我希望工资可以日结。日结？这特么也太麻烦了吧！可要是不答应，他身后那3000人……行，日结就日结。不过老弟，咱可说好了，你得带兄弟们至少干满1个月。那是当然，老哥，你放心就是。小兄弟，那我也不墨迹了，这些是今天的工资，我直接就交给小兄弟你了。老哥大气。发财了，发财了！不知道怎么去花。一天就到手50万，这简直就是一夜暴富啊！挥霍，这必须狠狠地挥霍一下。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个电话号码啊！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我赚钱了，光保姆就请了仨。一个仨。自己现在好歹也是日入几十万的人了，买个顶配3折叠不过分吧？
你好，欢迎光临。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你们这儿的3折叠有现货吗3折叠我们有现货的，先生。您可以先在那边的展示机上体验一下手感和功能。如果需要购买，我马上去仓库给您拿全新的。行，那我先看看。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折叠屏？就是里外上下怎么折都有面的那个？欢迎光临，先生，您是想看我们的新款3折叠手机吧？展示机在那边，请2位跟我来。林凡，你怎么会在这里？楚瑶，我操，真特么晦气！出门没看黄历。瑶瑶，这穷酸小子是谁呀？林凡，一个穷逼屌丝而已。林凡，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瑶瑶提过的那个前男友吗？真巧啊，能在这儿见到小兄弟你。你是谁？谁跟你是小兄弟？小兄弟，别这么见外嘛。正式介绍一下，我是瑶瑶的现任男朋友。好家伙，几天不见，你的口味变得这么重了。林凡，你放什么屁呢？我老公这是有钱人的富态，是内在美，你懂个屁！瑶瑶，别生气嘛，怎么说也是老朋友见面，别伤了和气。小兄弟，我叫王大发，我吃长你几岁？你要是不嫌弃，就叫我一声王哥吧。我不习惯叫人哥，既然你比我大，那还是叫你老王吧。小兄弟真会说笑。怎么，小兄弟也对这款3折叠感兴趣？过过手瘾？还行，这手机不错，正准备买一个。林凡，你可别吹牛了，这手机顶配要2万多块钱，你买得起？区2万多块钱，很多吗？这有什么买不起的？就你这个穷屌丝，你要是今天买得起这手机，我就当场把它吃掉。那好啊，一言为定，今天我非得让你大饱口福不可。你好，帮我拿个全新的，要顶配。你好，帮我拿个全新的，要顶配。好的，先生，您稍等。林凡，几天不见，吹牛的本事倒是见长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逼能装到什么时候。哎，瑶瑶，话不能这么说。我看小兄弟仪表堂堂，区一个手机，肯定是小意思啦。先生您好，顶配版一共是23888元，请问您怎么支付？扫码。哟哟哟，还真要扫码啊！一会儿可别说余额不足或者手机没信号哦。聒噪。先生，手机是您的了，需要帮您把旧手机的资料迁移过来吗？不用，我自己弄。哎，刚才谁说我要是买了就当场把手机吃掉来着？来，别客气，这展示机多的是，你随便挑一个，我买单。不可能，林凡，你一个穷光蛋，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手机？关你屁事！我确实有病，跟你这种人浪费时间。林凡，这些也都是你买的，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钱？我哪来的钱需要向你汇报吗？刷的信用卡不行吗？借的网贷不行吗？老子提前消费不行吗？我就说嘛，原来是撸了网贷来打肿脸充胖子，果然还是个穷逼。哎，瑶瑶，别这么说，我觉得小兄弟这叫活在当下，提前享受，没毛病。小兄弟，相逢就是缘，这是我的名片，以后要手头紧，随时联系哥哥我，利息好商量。老公，你给这种穷屌丝名片干嘛？他还得起吗？瑶瑶，你就不懂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穷光蛋最好骗，他就是我们公司最完美的韭菜。狗男女，本来小爷不想搭理你们，既然你们要主动送上门，就别怪我心狠了。随便带，等着吧。兄弟们，今天这顿早饭是老板我亲自掏腰包请大家的，大伙吃着香不香？香！早上这顿饭能管红烧肉管够的东家，你们去全江城打听打听，除了我林凡，还有谁？没有！大家先吃着，我跟你们说个露脸的事儿。
我给哥几个找了个露脸的买卖，一会儿吃完了，大家对着手机点点头眨眨眼就行，就这么点小忙，换这一顿大红烧肉，你们说值不值？值！好，就是这个随便带 APP， 兄弟们开干！请点点头，请摇摇头，请张嘴。老板，我有10万额度。老板，我这15万。老板，我这儿只有7万。好，所有额度全都给我撸干净，一分不留。老大爆了，老大爆了！放你奶奶个屁！你他妈才爆了！没看见老子正忙着呢吗？不是，老大，我是说咱们后台的业务突然爆单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才几单生意就把你激动成这样，以后怎么跟我干大事？不是几单，是3000单，足足3000多单啊，老大，而且全是大额度。我操，3000单！哈哈哈哈！发了，发大财了！这他妈全是送上门的肥羊啊！老大，刚才我统计了一下，这3000多单要是全批了，放款金额得3个多亿，咱们放还是不放？放，当然放！你他妈猪脑子！送上门的韭菜还能让他们跑了？可是咱们账面上的流动资金满打满算也就几千万，这差额太大了，公司根本拿不出3个亿啊！操，不就是钱吗？熊哥前2天刚买的那几套江景大别墅，还有那几台还没上牌的超跑，手续是不是都在咱们保险柜里压着？老大，那可是熊哥的私人资产，要是动了，熊哥回来不得把咱们皮给爆了？你懂个屁！随便贷也是熊哥的买卖，咱们把这些抵押出去，换来资金放贷，1个月就能翻倍赚回来，这叫资产运作，懂吗？老子这是在帮熊哥赚大钱。懂了。滚去办手续，把熊哥的房子、车子全抵押了，动作要快。要是让这批韭菜跑了，老子先把你皮包了。是，我这就去。喂，瑶瑶宝贝儿，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咱家要起飞了。林老弟，哎呦，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次3000单加急件全靠你的人才按时赶出来，工资和奖金已经全额打到你账户了，你查收一下。张厂长客气了，互惠互利。行，钱收到了。好嘞，老弟你先歇着，哥哥我这儿还得盯出货，晚上江城大饭店我摆2桌，咱们不醉不归。没问题，晚上见。兄弟们，这1个月辛苦了，现在全体解散。老板再见。死士的工资，加上从随便贷那帮孙子手里撸出来的3个亿，江城，老子现在也是亿万富翁了，豪车、别墅也该老子享受享受了。老公，你真的要在这里买房？这里的别墅单价可是全江城最高的。那是当然，这个月老子赚麻了，喜欢哪套，咱今天就签合同，交首付。老公，你真帅。林凡，小陈，其他同事都去带客户看房了，这儿没你的事儿，你去把这份资料给经理送过去。好的，红姐。这么年轻，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还一个人过来，这可是江城最顶级的别墅区，真有钱的，哪个不是前呼后拥、气质不凡的？估计又是个进来吹空调、凑热闹的装货。你们售楼部没人接待吗？哪来的穷屌丝，浪费老娘时间！先生您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问您想看什么户型？我们这儿有180平的大平层，还有200平的连团。打断一下，你们这儿最好的房子多少钱？真能装逼，开口就要最好的，看你等下怎么收场。林凡，你怎么阴魂不散啊？我阴魂不散，我还说你晦气，怎么去哪儿都能碰到你？老娘懒得跟你计较。不过我挺好奇，你这个穷鬼怎么敢来这里？怎么，有谁规定这里我不能来吗？
有些人啊要有自知之明，这里卖的可是别墅，一套最便宜的都要几千万，不是你借点网贷、刷刷信用卡就能买得起的。你管的可真宽，有这个闲工夫，还是多花点心思管好你家老王吧。西山别院可是江城最好的别墅区，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看房，拉低了我们的档次？没错，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屌丝，你可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赶紧把他赶出去。您别生气，各位都是我们西山别院的贵宾，大家和气生财，和气生财。贵宾？就他这种穷逼也配？穷逼说谁呢？穷逼说你。哦，原来是穷逼在这里说我啊。林凡，你……哎呀，怎么又吵起来了？我们还是先看房吧，楼王单位的沙盘在这边。红姐，我回来了。小陈，你回来的正好，快帮忙接待一下客户。等等，你来接待这位林先生。二位老板，还是由我来亲自带你们看房吧。咱们这儿最好的独栋，只有像您二位这样身份的人才配得上。一看这个年轻人就是个穷屌丝，怎么可能真来买房？那个穷逼就交给小陈打发了。这王老板一看就是有钱人，说不定今天能大赚一笔。林凡，你听见没？连销售都懒得招待你这种货色。无聊。林先生，不好意思，红姐那边比较忙，接下来由我为您服务。请问您具体想看什么样的户型？唉，好客源都被红姐抢了，今天怕是又开不了单了。我刚才问过他了，你们这儿最好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什么价位？先生，我们这儿最顶级的楼王户型是独栋别墅，配有私人泳池和独立花园，不过价位方面确实会比普通洋房贵出不少。大概多少？虽然咱们江城不比京城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但作为顶级豪宅，这套楼王的总价也要3000万。带我去看看沙盘细节。好的，请跟我来。林凡，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自己什么德行心里没数吗？你要是远远看一眼别墅长啥样就算了，居然还真敢凑到楼王跟前转悠，你也配？哼，楚瑶，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找我搭话，怎么？该不会是后悔分手，现在对我余情未了吧？就算对我余情未了，你也收敛点啊！老王可还在旁边看着你呢。再说了，我对你这种货色已经没兴趣了，别在这耽误我买房。你放屁！老娘当初那是瞎了眼才看上你，还买房？吹牛逼不交税是吧？你买得起个厕所吗？林凡，难怪瑶瑶当年把你甩了。以前我觉得你只是穷，没想到你现在这么能吹牛逼啊！3000万的房子，你见过这么多零吗？户型设计的不错，位置也可以，3000万这个价格很合适啊。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我可以再为您介绍一下周边的物业服务和配套设施，或者带您去看看其他稍小一点的户型。不用了，就这套，走吧。去签合同，直接刷卡。啊，先生，您是说您现在就要签合同，买这套3000万的楼王？行了，林凡，别演了。你要是真能买得起这栋别墅，我今天就把这整个沙盘都给吃了。楚瑶，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喜欢骗吃骗喝？上次说要吃手机，现在又要吃沙盘，胃口不错。林凡，你就继续嘴硬吧。小兄弟，要我说，装逼过瘾就算了，别真把自己也给骗了。人家小姑娘工作不容易，合同拿过来你没钱签，那不是纯纯浪费大家时间吗？林先生，您……我全款合同听得懂吗？好的，林先生，我这就去准备合同，您稍等。小陈，你等等。啊，林先生，您全款支付的话是可以申请折扣的。小陈还是个新人，没权限，要不您这单还是让我来做吧。红姐，我……不需要，我就让小陈去做。可是林先生，他是个新人，没权限。没权限就去找经理，经理总不能也没权限吧？好的，林先生，我一定给您谈个最优的折扣。林凡，人家小姑娘打工不容易，你浪费人家时间就算了，居然还让她找经理要折扣。就是，你这个穷逼掏不出钱丢人就算了，这还要把人家的工作给弄丢了。你们怎么就觉得我就掏不出这个钱呢？这还用问？老子赚了这么多钱，都只敢先付个首付，你这个穷屌丝还敢全款，这说出去谁信？就是我老公这么优秀都不敢说全款买别墅，等一会儿经理来了，我看你还怎么继续装。
是啊，我刚才真是疯了，居然真以为这小子能全款买得起楼王。林先生，久等了，我是这里的售楼部经理，我姓孙，您叫我小孙就好。感谢您选择西山别院，您选的是我们的楼王至尊户型，又是全款支付，我特批为您申请了8折优惠。林先生，请。经理你可真逗，还8折，你就是打1折，他这破卡里也刷不出来。成功了，刷卡成功，2400万！林先生，谢谢您，谢谢林先生。什么？林先生，恭喜您正式成为西山别院尊贵的业主，这是您的购房合同。孙经理，这笔单子的提成，我希望结算清楚，别让某些不相干的人得了便宜。林先生，您放100个心，这单业绩全归小陈，谁也抢不走。天啊，2400万的单子，我的提成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凡，你这种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穷屌丝，凭什么能住得上这种级别的别墅？我自己掏钱买的房子，想住就住。你要是真眼红，找你这位有钱的老公买一栋啊。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老王好像只掏得起首付。没事，虽然没钱付全款，但慢慢还贷款也是一种生活情趣嘛。放屁！老子怎么可能没钱？我知道了，林凡，你一定是老家拆迁了，对不对？走了狗屎运，拿了拆迁款在这装大款。没错，肯定是拆迁。小子，你这种穷人乍富的土包子我见多了，你现在这么挥霍，早晚得把这笔横财花光，到时候看你怎么死。就是，我老公的事业可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你那点拆迁款跟我们比算个屁呀！守着金山却只付得起首付，王大发，你这金山怕不是纸糊的吧？臭小子，你瞧不起谁？你真以为老子全款拿不出来？付得起就快点刷卡，付不起就别在那儿磨磨唧唧，听着反胃。好，老子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什么叫日进斗金。传我的令，通知下面所有的韭菜，这个月所有贷款的分期必须现在立刻提前还款，谁敢迟1分钟，直接算逾期，翻倍收利息。哼，看到没？这就是权力，这就是底气。等这笔钱一到账，老子分分钟全款砸死你。老王，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你说要是那些找你借钱的人突然集体消失了，你会怎么样？切，真是个土包子。现在是信息时代，实名认证加上大数据，没听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吗？那要是他们真跑了呢？彻底消失不见，谁也找不到的那种。林凡，你是不是故意找茬抬杠？好，我不和你们抬杠了。对了，经理，盯着点这女的，她刚才可是发了毒誓，我要是买得起房，她就把这沙盘给吃了，小心她撑死在你这儿，回头再讹你。林凡，你混蛋！宝贝儿，别跟这种废物计较，我现在就让她好好听听，你老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老公真厉害！说，咱们这个月收到了多少钱？大几千万？不是，那是多少？你快说！大哥，不好了，出大事了！就在刚才，有3000笔贷款的借款人同时失踪了，他们的电话全部变为空号，人也凭空蒸发了。那可是3个多亿的本金啊，全没了！你特么给老子说清楚，什么叫做人消失了？老大，全空了。那些借款人的电话全变成空号了，他们留的住处地址也是假的。最邪门的是，我们查了内部系统，这些人的身份证信息全都销户了，就像是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啊！老大，咱们现在怎么办啊？那他妈还问老子怎么办？都给老子滚出去找！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找不到，老子把你们全都绑上石头，扔到江里喂鱼！哎呀，看来这下不光是和尚跑了，连庙好像都没留下来啊！你，哎，我还寻思着今天能开开眼，见识一下老王你这种大老板是怎么日进斗金的，结果就这呀！林凡，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老公有的是钱，就算这些人跑了，我老公也比你这种装大款的废物有本事。对，你家老王多厉害啊，那可是死死抱着一座金山呢。既然这么有本事，那快让你老公把这房子买了啊！老公，这房子咱们买你妈个头！都特么什么时候了，还敢想着买房子？老王，你怎么能打女人呢？再说了，不就是套房子吗？全款要是掏不出来，付个首付，充门面总可以的嘛，何必生这么大气？
是啊是啊，王老板，我们这边的贷款利率非常划算的，办理速度极快。首付个屁，都他妈给老子滚！还有你个小兔崽子，老子打自己的女人，关你他妈什么事儿？怎么能不关我的事呢？我能全款买到这样的大别墅，还得多亏了瑶瑶，我还没感谢她呢。瑶瑶，真是太谢谢你了，这一切都辛苦你了。要不是因为你这贪慕虚荣的女人，我也不会去撸你家网贷啊！你感谢她？你他妈谢她！臭婊子，难怪你当初主动勾引我，说是不是你们俩合伙起来做局搞老子？老公，不是我没有。还敢狡辩！臭婊子，是不是你们俩早就串通好了，今天就是来给老子下套的？住手！给老子滚开！老子教训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都他妈少管闲事。王先生，你们有什么家庭矛盾，可以回家解决，但在我们的售楼中心动手打人，就是影响我们正常经营。正常经营，哈哈，老子今天就影响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保安部，所有人都到大厅来，有人在这里寻衅滋事，立刻过来维持秩序。姓林的，你他妈给老子等着，别让老子查出来这事儿跟你有关，不然老子让你不得好死！哎呀呀，我好怕呀！孙经理，你们这西山别院也太不安全了吧？业主还没入住呢，就有人当着你们的面公然威胁，这以后还得了？林先生，实在抱歉，是我们工作失职，让您受惊了，我这就处理。保安，把这两位请出去，别让他们打扰到我们尊贵的业主。行，林凡，你有种，咱们走着瞧。都说打是亲，骂是爱，看来这俩果然是真爱。林先生，真是让您见笑了。刚才听小陈说，您还没来得及参观您的房子，我们这别墅的装修可是一绝，不如现在就让小陈带您过去，正好也能休息一下。行，那就辛苦小陈了。这才叫生活啊！林先生，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哦，那光用嘴说谢谢可不够，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呢？哎呀，林先生，你这房子是不是空调没开啊？怎么感觉有点热呢？果然，不管是豪宅还是豪车，空调效果都不怎么好。女孩子一进来，总会热得想脱衣服。林先生，你好讨厌，没想到你也是那样的人。呵呵，看来你对我有些误解，那我们有必要深入浅出的了解一下了。深入浅出，那可要看看我们的交流究竟有多深。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无华且枯燥，爽。喂，张老哥。林老弟，没打扰你休息吧？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已经在江城大饭店订好了8号最好的包厢，晚上过来吃饭，顺便跟你商量个事儿。行，没问题，我一定到。林老弟，你可算来了！服务员，赶紧上菜，今天咱们哥俩可得好好喝点儿。张老哥，你这也太客气了。老弟，你听过江城柳家吗？柳家？倒是听说过一些。江城4大家族之一吗？柳家家主的女儿算是我的远房侄女，负责着柳氏集团一个建筑项目。可施工队突然就被遣散了，而且连个农民工都招不到，整个项目都被迫停滞下来。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那个侄女都急得求我把厂子里的工人借给她过去搬砖了。哦，怎么会这样？唉，还不是他那个亲哥搞的嘛。前段时间柳家家主刚重病昏迷，俩人就把整个柳家都斗得鸡飞狗跳的。张老哥，你的意思是？林兄弟，你路子广，认识的人多，我就想着你能不能帮我那个侄女一把。系统，建筑工人类型的死士招募有什么条件？建筑工人类型死士招募条件：每人10元，一天10块钱，一个月才300，我去，这也太便宜了！这人工的差价就够让我赚翻了。张老哥，你放心，不就是找工人吗？这事儿我帮了。太好了，林兄弟，那明天我就带你过去。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愿意接手的施工队？刘总，还是没有。江城所有的施工队都拒绝了我们。刘总，我们要不要去外地招收建筑工人？就怕从外地找，他们也不愿意过来。张叔，您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是同意把您工厂里的工人借给我了吗？清雪侄女，你就别惦记我厂里剩下的那几个人了。那张叔，你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是？我带了个小兄弟，马上过去，他肯定能帮你解决现在的麻烦。行了，不多说了，我们马上就到。刘总，张厂长他要带个小兄弟过来，说那个人能解决我的问题。小兄弟，咱们这项目需要的可不是1-2个人，一个年轻人能行吗？不知道，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吧。清雪侄女，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兄弟林凡，你缺人的事儿跟他说，他肯定能帮你办妥。你是林凡？居然是你啊，柳大校花！没想到你居然是柳氏集团的千金啊！你们认识？昨天张老哥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耳熟，这柳大校花可是我同班同学啊。柳大校花，没想到居然这么巧。是啊，好巧啊！咱们别在外面站着了，进去说。张叔，林凡他能行吗？清雪侄女儿，你们不是同学吗？难道还不了解他？就是因为了解才不放心啊。林老弟可是个能人，招人的事儿你放100个心交给他。林凡，咱们直奔主题吧，你能招来多少人？柳校花，不如先告诉我，你这个项目一共需要多少人？林先生，你这口气未免也太大了吧？难不成我们缺多少人，你就能招来多少人吗？你这么理解也没问题。林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需要的工人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当然不是开玩笑，只要你确定用人，我今天就能让整个项目全面开工。刘总，我看这个人纯粹就是过来捣乱的，我们还是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柳大校花还没开口，你一个秘书倒先替老板做上主了，你该不会是不希望这个项目开工吧？你血口喷人！王秘书，林凡，你别误会，他只是太着急了。但愿如此。柳校花，我们还是谈正事吧，说说具体的用人需求。好，我们这个项目原本的施工队有1300人，但现在他们突然离开，工期被严重耽误。我们不仅需要复工，更需要赶进度，追赶工期2000人。追赶工期2000人，这人数够吗？才2000人，这还没电子厂里赚不多的。2000人已经是最低配置了，当然是越多越好，只是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招人难不难是我的事，不用柳校花操心。这样吧，4000人够不够？不够的话还能再加。4000人？你吹牛能不能先打个草稿？你知道我们为了招人花了多大劲吗？到现在连一个人都找不到。你这个秘书，林老弟和清雪侄女谈生意，你动不动就插嘴是什么意思？我这不是怕刘总被骗，耽误了项目。清雪侄女，你别不信，我上个月那个加急订单，就是林老弟1天之内给我找来了3000个熟练工，这才让我顺利交货。林凡，你真的能招来这么多人？只要你点头，合同签了，人马上就能到。好，4000人，不，4500人吧。只要你能招来人，我们现在就签合同。薪资方面，普工月薪6000，钢筋工、木工这些技术工种8000，施工员12000，你看可以吗？刘总，你不用说了，没问题。这工资比电子厂打螺丝高太多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呦，我的好妹妹，这是在谈什么大生意呢？大这么热闹。哥，你来干什么？我当然是来关心你啊！这项目都停了这么久，你要是再不想办法，那笔天价违约金可就得我们柳家来付了。要不还是让大哥来帮你吧。就不劳大哥费心了。这里有我朋友帮忙，我们今天就能重新开工。今天就能重新开工？哼，这就是你找的帮手。刘总，张厂长带了个年轻人过来帮柳清雪招工人。小刀，我让你办的事你到底办了没？刘哥，您放心，别说江城的施工队了，就是周围几个县城的包工头，我都挨个打过招呼了，保证没一个人敢接柳清雪的活。那这个年轻人这回是谁？居然敢来趟这趟浑水？谁这么不开眼？要不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会会他。不用，我亲自过去。
我倒要亲眼看看，究竟是哪个神仙敢坏我的好事。就是你要帮清雪招工人。没错，就是我。清雪啊，不是大哥说你，你这识人的眼光可真得练练。就凭他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毛头小子，他的话你也能信？林凡能不能招来人，这就不劳大哥费心了。我这不是怕你被骗吗？到时候人没招来，工期又耽误了，丢的可是我们整个柳家的脸。你这么在意柳家的脸面，那怎么还会在背地里给你亲妹妹使绊子？小子，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敢在这儿胡说八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给我妹你使绊子了？胡说吗？从我一进门，这位王秘书就处处针对我，拼了命的想搅黄这笔生意。然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们快签合同的时候就碰巧来了。该不会就是王秘书给你通风报信的吧？你胡说，我没有。小子，少在这儿装腔作势，有这功夫，不如赶紧把你那几千人叫来我看看。怎么，你觉得我叫不来人？要不咱俩打个赌？你算什么东西，配合我打赌？切，废话那么多，原来是个怂逼。你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你要是叫不过来人的话，就趁早滚蛋。你说完了吗？刘校花，既然你大哥这么想看，那我现在就把人喊过来。好，早点把人叫来，我们早点签合同，早点开工。好嘞。系统，按照刘总的需求，给我来4500个建筑工人，立刻到这个工地门口。已扣除相应招募费用，4500名工人正在召唤中。搞定，大家等着吧，人马上就到。演，你接着演，打个电话人就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刘总，不好了，外面黑压压来了一大片人，把咱们工地大门给堵死了。各位，我的人到了，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要不咱们一步出去瞧瞧？好，走，我们去外面。走，我倒要看看这穷鬼能玩出什么花样。林凡，这些人真的都是你找来的？别激动，基操，基操。哈哈，清雪侄女儿，我早说了，林兄弟是有真本事的，这点场面对他来说洒洒水了。不可能，江城哪来这么多闲置的工人？你不是说全搞定了吗？附近几个县的包工头你都打过招呼了，这些人哪儿钻出来的？刘总，我真打过招呼了啊！我发誓，这些人我都见都没见过啊！废物，真他妈废物！你小子别得意，人多有什么用？你以为工地只是搬砖吗？可别连个会看图纸的都没有。老板，我们是施工员，图纸在哪儿？我们需要立刻进行任务分派，准备开工。哦，在办公室桌上，你们直接拿就行。装，接着装，就算能看懂图纸又怎么样？这些吊机你们会用吗？收到，图纸已确认，一组跟我去地基，2组3组原地待命，3班倒有序施工。刘大少，现在呢？还有什么指教？算你们运气好。那技术活呢？焊接、电工，你上哪儿找这么多技术工？就是，技术工可不是大白菜，怎么可能让你一下子找来这么多？所有技术岗已就位，吊车准备就绪，激光测绘完毕。架子工所有脚手架重剪加固，防水工2号坑位立刻重做。看来我找来的兄弟们不仅手脚快，技术也很专业。林凡，行，算你狠，我记住你了。走。柳大少都走了，你不跟着一起走啊？柳大少都走了，你不跟着一起走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刘总走不走和我有什么关系？刘总，呵呵，我就是有点好奇，你一直以来到底是为哪个刘总工作？刘总，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在您手下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王秘书，这段时间我为了工人的事儿
联系了外面所有的施工队包工头，可每次对方刚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反悔了。我联系过谁，见了什么人，只有你最清楚。刘总，冤枉啊！这都是他血口喷人。成才不是柳成才那边，我真的什么都没跟他说过。成才，哟，叫的可真亲切啊！刘总，我就是一时口误，我真的没有背叛您。有没有背叛，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刘校花，要不要我帮你调查一下？我正好也认识不少专业的私家侦探，价格咱们好商量。好家伙，老弟你路子够野啊！清雪侄女，这事儿必须得好好查查。身边养着内鬼，这生意还怎么做？算了，王秘书，你自己回公司申请调岗吧。刘总，快走吧，主动申请调岗总比被开除要好听得多吧。清雪侄女，这下你可该放心了吧？这次真是多谢张叔了。嗨，别谢我，要去谢就去谢林兄弟。行了，我厂子里还有一堆事儿，先走了啊。张老哥，厂子要是缺人手，记得随时喊我。这里看样子也没什么事了，那我也先回去了。林凡，你先别走，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柳校花太客气了。是你太客气了，以后别叫我什么校花了，叫我清雪就好。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清雪，你想商量什么事？林凡，我想问问你那边还能再招来更多的建筑工人吗？啊？你还要工人？你这个工地现在这些人三班倒都绰绰有余了，用不了那么多人吧？我不是要在这里用，我是想自立门户。自立门户？清雪，你这弯转的有点急啊。刚才王秘书你也看到了，连我身边最信任的人都能被收买，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哥的眼皮底下，这活儿没法干了。人不是刚撵走吗？你现在撂挑子，不是正好把地盘全腾给你哥了？那孙子指不定躲哪偷着乐呢。我不想再跟他这种没底线的人争了。柳成才为了争权简直疯了，要不是你帮忙，集团肯定得赔巨额违约金。为了拉我下水，连家底都敢牺牲。对自己家公司都这么狠，你大哥还真是个狼面。就算我斗赢了，最后拿到手的柳氏集团也肯定是个千疮百孔的空壳。与其陪他一起耗死，我不如趁现在跳出来，提前布局。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确实便宜他了。未必，等我爸病好了，看清这些日子大哥做的好事，他不会放心把柳家交到那种人手里的。所以找我谈是想合伙？我出钱，你出人，咱们合伙开一家全新的建筑公司，你觉得怎么样？好家伙，开公司可不是小打小闹，那得烧不少钱吧？林凡，你也太小瞧我了，我好歹也是柳家的大小姐，私房钱还是够砸出个水花的。哎呦，那我这算不算是被富婆包养，提前过上少奋斗20年的日子了？呸，你想得美，谁要包养你？行，说正经的，公司好办，可项目呢？没活干，再多工人也得喝西北风。1个月后，京城赵家在江城投资的龙泉旅游度假山庄就要公开招标了，我想拿下那个项目。成，只要你有信心，我这边的兄弟随叫随到。那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不愧是大小姐，这手又软又滑，还有点 Q 弹，手感简直绝了。废物，全是特么的废物！刘总，这事儿真邪门，所有咱们能打招呼的施工队、包工头，我全都买通了。我是真想不明白，那个叫林凡的从哪儿变出来这么多熟练工，坏我好事！这个该死的林凡！刘总，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柳清雪现在招的人，开支至少是预算的3倍，这么高的成本，倒是能忽悠董事会那帮老东西一起罢免他在集团所有职务了。只要能把他赶出公司，看他还怎么和我争！老板，咱们公司刚完成注册，这是全套证照和公章。老板，新的办公场地已经软装完毕，随时可以挂牌。老板，这是龙泉度假山庄的设计方案及成本测算，所有环节均已排查风险。
说是合伙开公司，怎么到头来活儿全堆我这儿了？还好我有这帮死士顶着，不然非得累死不可。哟，柳大小姐，这一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忙什么呢？刚从柳氏回来，脸色这么难看，出事了？我被开除董事会了。柳成才动作够快的啊！那工地那边呢？现在归谁负责？我勒个去！我这几千个死士的饭碗，该不会跟着砸了吧？放心，那个烂摊子没人愿意接，项目暂时还在我手上，等这单做完，我就彻底跟柳氏没关系了。行，别伤感了，咱们的新公司还指着你这位金主富婆搞钱呢。这是我让人做的龙泉标书，你瞧瞧这预算合不合适？这份报价，林凡，那是柳大少，柳家居然派他来压阵。以前这种项目不都是柳清雪负责的吗？怎么换这个大少爷了？看来柳家继承人的事情应该是已经确定了。各位企业代表，欢迎大家参加我们龙泉旅游度假山庄的招标会现场。本次招标会即将开始，请大家寻找好各自的公司座位落座。时间差不多了，请工作人员关门维持秩序。各位企业代表，本次龙泉旅游度假山庄招标会即将开始。等等，抱歉，我们没迟到吧？柳清雪，你来这里干什么？大哥，好巧啊，我来这儿当然是参加招标了。招标？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参加招标会？主持人，我们有资格参加吧？那是当然。柳小姐、林先生，请落座。什么？他们真的有资格参加？什么情况？柳家这是搞什么？怎么来了2拨人？不知道啊，柳清雪不是一直代表柳氏吗？难道柳家还要内部竞争一下？我代表柳氏集团，正式要求主办方把这个不相干的人驱逐出去。抱歉，柳大少，这个要求我们恐怕无法满足。凭什么？他柳清雪已经被我们柳氏集团董事会除名了，他根本没资格坐在这里。什么？柳清雪被赶出柳氏集团了？真的假的？看来柳家的权力斗争是出结果了啊！柳大少赢了，那主办方搞什么鬼？一个被开除的人，凭什么让他进来搅局？各位，请不要误会，我的确已经离开了柳氏集团，但我今天代表的是清凡地产公司。清凡建筑，你竟然帮着外人来跟柳家抢生意！喂，刘大少，话可不能乱说。我们清雪可是清凡地产的董事长兼 CEO， 怎么到你嘴里就成帮外人了？清凡，好得很。柳清雪、林凡，你们俩居然合起伙来跟我玩这一手！就凭你们刚注册的小公司，也敢跟柳氏集团争？招标会比的是实力和方案，不是比谁家公司牌子了。我相信我们清凡地产会凭实力中标。柳清雪，我看你是被赶出家门，脑子都坏掉了吧？就凭你们也敢吹这种牛？既然柳大少觉得我们是吹牛，那不如我们赌一把。赌什么？这次不怂了啊？那就赌这次的竞标结果。如果我们清凡赢了，你给我们1000万；要是我们输了，我们给你1000万。怎么样？敢不敢？1000万，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当赌注，打发叫花子呢？要赌就赌大点儿，5个亿，你们敢吗？哈哈，好，有在场这么多老总做见证，这5个亿我跟你赌了。这世上还真有上赶着送钱的傻子，今天算是开眼了。各位请安静，咱们回到正题。刚才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现在我宣布龙泉旅游度假山庄招标会正式开始。此次项目是京城赵家在江城的首笔重磅投资，最终花落谁家将由赵家代表亲自拍板。接下来，请各位企业代表按名单依次上台。
综上所述，柳氏集团拥有最成熟的设计方案和执行团队。接下来，我公布柳氏集团的最终报价：6亿3千万。多少？6亿3！我靠，我们报8个亿都觉得没利润了，柳氏这是要疯啊！得了，咱们今天是真来陪跑的，柳家根本不给活路。清雪啊，我这报价出来，你那5个亿的赌注打算什么时候到账？这么多老总见证，可别想着赖账啊！柳大少，这话该我们问你吧？你还是抓紧时间筹钱，别到时候5个亿拿不出来，丢了柳氏集团的脸。哼，死鸭子嘴硬，你该不会觉得自己还能赢吧？接下来，请清凡地产的代表上台。刘大少，看好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方案讲完了，大家最关心的成本，结合我们清凡地产的技术优化和极致的成本把控，我们的最终报价4亿5千万。疯了！这清凡地产绝对疯了！4亿5千万，4亿5千万，这特妈还能有利润吗？果然，这报价谁也接受不了。这不可能！4亿5，你他妈在做慈善吗？4亿5，不可能！这他妈绝对不可能！柳大少，你自己不行，不代表我也不行。不可能，这个报价连成本都不够，除非……赵总，我举报！他们清凡地产肯定是打算偷工减料，搞豆腐渣工程。柳少这话虽然难听，但道理没错。4.5亿，这怕是工资都发不起吧？是啊，这个报价根本都不够成本，总不能他们公司1分钱不赚吧？何止是1分钱不赚，就这点钱想完成这个项目，怕是还得往里面搭进去的。林凡，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建筑行业的老人？所有人都觉得你这个报价有问题，你还不承认这里有鬼？哈哈哈！柳大少，你这么诬陷我，小心我告你诽谤啊！话说，你现在这副模样，该不会是眼看自己要输，想耍赖吧？放屁！林凡，你别在这里耍嘴皮子。你以为报价低就够了？这报价一看就有问题，赵家怎么可能放心把项目交给你？交不交给我，那也是赵家决定，也轮不到你在这里狗叫。够了！林总，虽说英雄出少年，但这4.5亿的报价，你拿什么保证质量？赵家不缺那点差价，但丢不起那个人。赵总，如果赵家不放心，那也很简单。施工期间，赵家派遣专业监管团队24小时驻场，从钢筋标号到水泥配比，全权接受审计。只要有一处不合规，我林凡当场净身出户，清凡地产白送给赵家，这样够吗？好一个全权监督，好一个净身出户！既然林总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我赵某人没理由不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什么？赵总，你既然清凡地产敢接受监督，那肯定能保质保量。这招标的结果也就没什么悬念了。现在我宣布，龙泉旅游度假山庄项目中标者清凡地产。这怎么可能？柳大少，招标结束了，咱们的私事是不是该结一下了？5个亿，现金还是转账？你这个混蛋！柳大少，这火气可真够大的，气大伤身，咱们生意人心态得稳啊。你看你，这西装可是高定的吧？都给弄脏了，多可惜！六少，您没事吧？快叫救护车！林凡，我记住你了，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哎呦，能让柳大少记得如此刻骨铭心，那可真是我的荣幸。
话说，刘大少，咱们的赌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就指望柳大少您这笔巨款救济救济了。林先生，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们刘总都这样了，你还步步紧逼，不合适吧？哎呀，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我步步紧逼？难不成堂堂柳家大少是打算当着这么多老总的面赖账了？滚开！谁让你多嘴？我柳成才怎么可能赖你这点小钱？我就知道，柳大少一口唾沫一个钉，顶天立地纯爷们儿，这点小钱对您来说洒洒水了。来，扫这儿，千万别手抖扫歪了。支付宝到账5亿元整。多谢惠顾，柳少慢走，好走不送，欢迎下次再来送钱啊。你走，我们走，快走！你呀，非得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今天你算是把柳成才得罪死了。怎么，心疼了？胡说什么？我是怕你被他报复，他那个人可是睚眦必报，不会放过你的。哦，原来是关心我。你谁关心你了？哈哈哈哈！林小兄弟果然是性情中人啊！我总算明白了，你今天这么针对柳家大少爷，原来是替柳小姐出气呀。赵先生，您误会了，不是那样的。赵总说笑了，我针对他纯粹是因为他挡了我的财路，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您说对吧？小兄弟果然有趣，京城那边临时有点急事要处理，得马上飞回去。等项目验收，咱们不醉不归。一定，一定。混蛋！林凡、柳清雪，你们这对狗男女！刘总，您消消气。那刘总，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4.5亿，这报价连人工费都不够用。给我把清凡地产随时可能拖欠工资的消息散播出去。我要让所有的施工队、农民工都私下讨论这个消息。我倒是要看看，有谁会愿意冒着风险免费给他们干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建什么度假山庄？这玩意儿能回本吗？就你瞎操心，等山庄建成了，市政配套能不跟着动？路一开，灯一亮，这地皮翻几番你算过没？嘿，听这意思，市政项目咱也能掺和一脚。可拉倒吧，柳氏那边4个项目还拴着你那4000多号人呢，这边龙泉工程又开了，我真怕你把自己给玩脱了。放心，咱别的不多，就人多，4海之内皆兄弟，懂不懂？行行行，你兄弟遍天下，可这荒郊野岭的，我就看看你那点预算，能招来几个不怕死的给你卖命。那你可瞧好了，待会儿别眨眼，系统再给我来800个建筑工人。已扣除招募费用，正在为您招募。对，就现在，赶紧的，带人过来，搞快点。等着吧，一会儿大部队就杀到。报告老板，应到800人，直到800人，请指示。成，图纸拿着，这里交给你们了。3班倒，我要这度假山庄在最短时间内完工。林凡，这工程才刚开始，你至于这么赶吗？我这不是想提前干完，给咱们公司赚点口碑吗？这次压价太低了，差点都不够招募费用，多干1天我都觉得亏。这不对劲啊！4.5亿的预算，去掉原材料和设备费用，剩下那些人工费，分摊到这么多人头上也没多少啊！他们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哪，他该不会是怕我为难，自己偷偷掏腰包垫钱给他们发工资了吧？怎么还有人肯帮他们干活？你到底有没有把消息散播出去？刘总，我第一时间就把您说的散播出去了，整个江城的建筑行业全都传疯了。那他娘的到底从哪儿找来的这帮疯子？一个个的连工资都不要也要给他干活，就不怕拿不到工钱吗？
刘总，他们好像根本不担心工钱的事情。打探消息的人说，那些工人干得十分卖力的，据说他们还是3班倒，人歇活不歇。疯子，都他妈的疯子，这还玩个屁呀！人家连拖欠工资都不怕，这让我怎么对付他？刘总，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或许有效果。什么办法？快说！刘总，你看他们干活速度快，那建材消耗的一定也很快。要知道咱们柳家可是掌握着江城70%的物流，我们想办法让他的钢筋水泥都运不进来，那他们不就干不成了吗？对呀，建筑材料运不进来，他们干得再快有个屁用！哈哈哈哈哈！小刀，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监工，没水泥了，这边也停了，钢筋用完了，最后一根都扎进去了。好家伙，我这儿连块砖头都没得搬了。监工，赶紧催货啊！哥几个没得干了，总不能干等着吧？吵什么吵？都待命！我这就去跟老板汇报。有人杀我，支援呢！快点！我操，还有丝血，追他别让他跑，靠这都能让他跑了！苍天啊，怎么才能让我不碰到这种坑爹队友？你只要不玩，不就碰不到了？耳朵都被你吵出老茧了。那哪行？不玩游戏我不得无聊死？这叫精神寄托，懂不懂？林凡，整天这么玩也不是个事，你总得干点正事吧？我这就在干正事儿啊！我脑子里每秒钟都在规划未来蓝图。你的蓝图就是被对面拿一血？呵呵，我那是被队友坑了。我要是招几个高端玩家组个队，那胜率……对啊，清雪，咱们干脆弄个陪玩公司吧，游戏高手我来搞定。我看你就是想假公济私，找人带你上分。我是那种肤浅的人吗？我这是……老板，刘总，工地那边原材料全部用完了，再没新材料送过来就只能停工了。这不对啊！砖石、沙土、钢筋、水泥，这些不是定好了每隔几天就发一趟车吗？怎么一点库存都没剩？刘总，弟兄们干活太疯了，用料速度是普通工地的3倍，根本没库存。之前送货还挺准时，可昨天开始到现在都没送货过来，一辆车都没见着。没人送货，供货商那边怎么说？我打过电话了，厂家说货有的是，但现在整个江城的物流货运公司一听是送龙泉荒地的单子，全都拒接。有意思，这是又被盯上了。清雪，这应该又是你们柳家那位大少爷的手笔吧？除了他没别人。柳家掌握着江城70%的物流渠道，他只要打个招呼，没人敢为了这点运费得罪柳氏集团。物流卡脖子，这招挺损。清雪，我想到了，既然他们不给送，咱们干脆自己开个物流公司得了。开物流公司？你这个人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咱们现在只需要找人把货送进来就行，只是运送个建筑材料而已，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话不能这么说啊，清雪，你们柳家在江城行事那么霸道，现在谁敢不给那位大少爷面子？这叫有备无患。江城又不是只有柳家说了算。下午陪我去见个人吧，物流的事他应该能解决。谁啊？面子这么大？这人你也认识，咱们班里的苏小强，他家的大千货运规模不小，应该能帮上忙。苏小强，好家伙，原来我们班里藏了这么多土豪，我当初怎么就没发现呢？哇，这苏小强混得可以啊，这楼盖的比咱们工地那个临时板屋强多了。正经点儿，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别乱说话。苏经理，柳小姐到了，请进来。哈哈哈，稀客啊，没想到清雪你居然会亲自来找我，早知道你要过来，我直接派那辆劳斯莱斯去接你了。苏总客气了，我们自己开车过来，图个方便。这位是林凡，难得苏同学还记得我这号人物。能不记得吗？看来你混得也不错嘛，能给清雪开车，这工资应该不少拿吧？苏小强，他不是……苏同学眼光真毒，可不是嘛？这活儿好啊，钱多事少，关键是天天盯着大美女看，养眼。这种神仙工作打着灯笼都难找。清雪，既然你是来谈业务的，那带个司机在旁边听，恐怕不太合适吧？苏小强，大家都是同学，你说话没必要这么针对林凡。同学？行，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跟他这种人计较。不过清雪，你这次来，你想让我出车送货到龙泉荒地，对吧？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开门见山，价格随你开。这不是钱的问题。
柳家虽然管不到我大千货运的头上，但我似乎也没必要为了这点小生意去得罪柳大少吧。毕竟现在整个江城都知道，柳家以后的主事人是你哥。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接？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了。等等，其实这事儿也不是完全不能办。你到底想说什么？清雪，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咱们成了一家人，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家事，自家人的货我派车送，谁也挑不出理来。苏小强，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没跟你开玩笑，上学那会儿我就喜欢你，可那时候你是高高在上的柳家大小姐，我苏小强哪能入得了你的意？怎么看现在清雪被柳家排挤，不是大小姐了，你就觉得你配得上她？趁火打劫玩得挺溜啊，苏同学。我和清雪谈正事，你这个臭司机有什么资格在这插嘴？清雪，人要识时务，离了柳家你算什么东西？只要你肯点头做我的女人，我们苏家就是你最硬的靠山，谁还敢卡你的货？靠山苏小强，你可真让人恶心。还有，别叫我清雪，我们没那么熟。柳清雪，你可想好了，现在整个江城除了我苏小强，没人敢接你的单子，要么做我的女人，要么就让你的工地烂在那儿。哎呦喂，小强啊，你说你怎么净想这种美事呢？这天还没黑呢，你就开始做上白日梦了。林凡，你一个破司机，一而再再而的多嘴，真当我没脾气是不是？哟，不服啊？不服你让清雪开除我，只要她发话，我立马滚蛋。你够了，林凡，我们走，没必要在这浪费口舌。走，出了这个门，我看谁敢帮你运一块砖。清雪，你还当自己是柳家大小姐？没有柳家兜底，你一个女人能坚持几天？都说了，别叫那么亲热，你不配。走吧，清雪。天凉了，苏家这种货色也该破产了。你要干嘛？林凡，这些人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兄弟们，你们都是物流行业的精英，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有人想掐断咱们的脖子。你们说这口气能咽下去吗？好，我们要打一场硬仗，一场改变整个物流行业格局的仗，有没有信心？从现在起，你们就是非凡物流的骨干，我要让非凡这2个字响彻江城，响彻全国，乃至全世界，你们怕不怕？保证完成任务。好，第一个目标，江城。1个月内，我要非凡物流彻底占领江城市场。无论是长途货运、同城速递，还是外卖送餐生鲜上门，只要是跑腿运货的活儿，我要让整个江城只记得一个名字，那就是非凡。非凡无敌，非凡必胜，非凡无敌，非凡必胜。可以准备吗？各就各位，解散。你看，咱们早这么干不就好了？省得跑去被苏小强那种货色恶心。林凡，你居然真能找到这么多人，这规模，这素质。都和你说了，我这个人啊，别的没有，就是兄弟多。话说咱们现在就只是运输个建材而已，你怎么又是外卖又是同城快递的？这阵仗也太大了吧？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觉得之前跟苏小强那种货色废话，纯粹是浪费生命？林凡，这阵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们只是需要运一批建材而已。大，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几千号兄弟，也就是帮我们先拿下整个江城市场而已，算是个开胃小菜。拿下整个江城？你没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等咱们把江城的物流市场从长途货运到外卖跑腿全部整合到非凡这个牌子底下之后，下一步就是全省，然后是全国。到那个时候，才勉强能算得上是有点规模。把业务扩展到全国，才算有点规模。你这家伙，难不成还想把物流公司开到全世界去啊？刘总，林先生，第一批建材已经装车完毕，预计3小时后就能抵达工地。好的，辛苦了。林凡，这下好了，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柳成才或者苏小强他们在建材上卡脖子了。我的项目总算能顺利推进下去了。放心，不光是不用再担心被他们卡脖子，从今天起，是我们要开始卡他们的脖子了。整个江城的物流市场，很快就只会有我们一个生意。可这谈何容易？物流市场的水深着呢。无论是柳氏集团
还是苏小强他们家的大签，都是在江城经营了很久才拿下的市场。放心吧，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绝对实力面前的降维打击，什么叫做碾压了。老子的这帮死士忠诚度100%，执行力爆表，最关键的是用人成本更是几乎没有。他们拿什么跟我斗？老板，刘总，按照您的吩咐，非凡外卖、非凡搬家、非凡同城速递以及非凡重卡物流的手机 APP 和小程序均已开发测试完毕，服务器已经部署完成，就在刚才已经全部正式上线，面向全江城市民开放注册。哈哈哈哈哈哈！好，干得不错。既然已经上线，那就别闲着了，传我的命令，让兄弟们动起来，跟江城这些所谓的物流巨头们好好打个招呼吧。哇，这车队也太长了吧！这也太专业了。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们跟全江城的运输公司都打好招呼了吗？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还敢给柳清雪那个贱人的工地拉货？刘总，我们已经查过了，给柳清雪工地送货的是一家新注册的公司，叫非凡货运。哼，非凡货运，新注册的公司也敢和我们作对？小刀，去和他们老板联系，让他们识相点，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刘总，这事儿你磨叽什么？快去啊！刘总，那家非凡货运背后的老板是林凡和柳清雪。什么？又是林凡，又是柳清雪，怎么又是这对该死的狗男女？老板刘总，根据最新实时数据，非凡货运已成功抢占江城10%的市场份额。10%？居然这么快？是的，尤其是原本与大千货运深度合作的几家大型建材商，已经有60%主动联系我们洽谈长期合同。按照这个增速，保守估计用不了1个月，江城物流市场将彻底更名。勉强及格。其他业务呢？非凡同城速递、非凡外卖已同步上线，同城闪送单量呈爆发式增长。不过，外卖板块遇到了阻力，很多餐饮商家还在观望，对接速度较慢。简单，传令下去，外卖板块哪怕前期不盈利，甚至倒贴，也要把市场给我砸穿。入驻商家佣金全免，用户补贴拉满，我要让江城人吃到的每一顿饭都是咱们兄弟送过去的。明白，我立刻去办。林凡，你老实交代，你这么急着把手伸进外卖行业，到底图什么？这种烧钱的玩法不像你的风格。图什么？当然是图个乐呵。我最近觉得老板坐久了腰疼，想去跑跑外卖，顺便活动活动身体。这个理由够充分。系统里招募的外卖员死士，虽然每人每天只需要20块钱，但这也是成本啊。还是得早点拿下市场，早点盈利。你觉得这话说出来，谁信？嘿，这可是真心话，我这人最诚实了。行啊，既然林大老板想活动身体，我也不能拦着。外卖对接还没全开，但同城跑腿的单子已经接不过来了。不是，你来真的？怎么，刚才吹得挺响，现在怂了？怂？
在我林凡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送就送。等我回来，记得给个5星好评。造孽啊！老子手底下几万号死士，身价少说也有几个亿，结果大中午的在这顶着太阳跑腿。你有新的跑腿订单？哼，这订单有点意思。苏总，最近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快速下跌，您得想想办法啊。是啊，已经有1/3的老客户解除合作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千货运可就危险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市场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根据调查，我们丢失的市场都被一个叫非凡货运的公司抢走了。没错，我回访的那些老顾客，他们全部都是和非凡货运签了长约。非凡货运，去查查他的老板是谁，从哪儿蹦出来的搅屎棍？好。你好，你的跑腿订单，麻烦签收一下。林凡，怎么是你？林凡，谁让你进来的？保安呢？没办法，跑腿订单必须由本人亲手签收。哼，给柳清雪当司机还不够，还得出来跑腿赚外快。该不会是发不出工资吧？看来他那个破工地也撑不了多久了。呵呵，这你可就想多了。清雪的日子过得比你滋润多了，不劳苏总挂心。他那个破工地，连建筑原料都没有，还滋润个屁！特么的，又来一个，又一个解约的！是合作了5年的恒通集团，他们怎么也……肯定是那个非凡货运搞的鬼。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苏总，不行啊！我们再不降价，这些老客户就真的都跑光了。降价？这怎么降？咱们给司机的工资本来也不高啊。唉，抱歉抱歉，我就是想到了一些好笑的事情。你们继续，当我不存在。你还在这待着干什么？签收完了就赶紧滚！好，好，好，我这就撤，不耽误你们各位继续难受。等等！你这衣服，这个非凡同城和那个非凡货运是什么关系？既然苏总这么好奇，那我就荣幸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非凡这个品牌。非凡品牌现阶段主打的就是整个物流领域。我们同时起步的有专门做货运的非凡货运，有你们刚体验过的非凡同城，除此之外还有非凡快递、非凡外卖、非凡搬家，以及整合上下游的非凡供应链。这怎么可能？一个新冒出来的公司，怎么可能一上来就抢占这么多市场？他哪来的这么多人？比人不才，别的不多，就是认识的人多一点点。又没说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哦，忘了最重要的自我介绍了。我，林凡，就是非凡的老板。你一个司机，一个抽空跑腿的，也敢说自己是老板？随便你信不信。不过说起来，非凡能有今天，还真得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当初趁火打劫，我还真想不到去做物流这门生意。你胡说八道！苏总，查到了。查到什么了？那个非凡货运的工商注册信息，老板有2个，法人代表是林凡，另一个股东是柳清雪。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35号取餐，39号取餐，42号取餐。林总、刘总，根据最新数据统计，非凡货运业务已成功占据整个江城87%的市场份额，并且目前仍在持续扩张，周边城市的业务也在稳步推进。此外，非凡同城快递、非凡搬家等其他直营业务也已基本占据江城53%的同类市场。我们的非凡供应链体系已完全成型，核心仓储、冷链物流等关键环节均已部署成熟，运转良好。最后是非凡外卖，当前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47%，日活用户和订单量仍在强劲增长。干得不错，辛苦了。林凡，我们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快要在江城形成垄断了，这一切感觉好不真实。叮，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35号取餐，39号取餐，42号取餐。林总、刘总，根据最新数据统计，非凡货运业务已成功占据整个江城87%的市场份额，并且目前仍在持续扩张，周边城市的业务也在稳步推进。此外，非凡同城快递、非凡搬家等其他直营业务也已基本占据江城53%的同类市场。我们的非凡供应链体系已完全成型，核心仓储、冷链物流等关键环节均已部署成熟，运转良好。最后是非凡外卖，当前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47%，日活用户和订单量仍在强劲增长。干得不错，辛苦了。林凡，我们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快要在江城形成垄断了，这一切感觉好不真实。整个物流市场，我们柳氏经营了10几年的根基，就这么眼睁睁的被人抢走了。你们一个个现在都哑巴了。刘总，这事儿我们是真的没办法呀。那个非凡完全就是个疯子，他打价格战打得我们根本喘不过气来。是啊，刘总，非凡公司做事完全不讲商业逻辑，他们的定价别说赚钱了，能不亏就算好的了。这根本就不是做生意，这是在烧钱自杀。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我也不是来听你们分析对手有多强的，我是在问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刘总，以目前的局面来看，我们只有2个办法。第一，烧钱，他们不是不计成本吗？我们也烧，跟他们拼到底，看谁先撑不住。放屁！现在集团的现金流有多紧张，你不知道吗？整个物流业务都在巨额亏损，股价天天跌停，拿什么烧？拿你的命去烧吗？那如果没办法烧钱，就只能彻底放弃物流市场，全力冲击其他行业。其他行业？你那边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刘总，您还记得我们集团名下控股的那家电商公司吗？他们的技术团队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交电商项目，叫拼刀刀。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前途。拼刀刀？什么破名字？这是干什么的？卖刀的吗？不是，刘总您误会了。这是一种全新的网购模式，这里的刀是砍一刀帮忙砍价的意思。算了，就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既然你觉得可以，那就交给你全权负责，集团会优先给你调配资源，但是只许成，不许失败。是，刘总，保证完成任务。
还是家里舒服。哟，是他啊，这小陈几个意思？难不成是又空虚寂寞冷，想找我聊聊人生了？哼哼，居然是群发，一点诚意都没有，白期待了。砍一刀，这是什么玩意儿？江城的企业家大会，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不去，都是一群老头子喝茶聊天、吹牛画饼，有什么意思？我们的物流业务虽然已经搭建好了，但多接触一些企业家，也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怎么，你想去？当然，我已经筛选了几个有潜在合作可能的公司，正好趁这个机会去接触一下他们的负责人。行吧，既然你想去，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去吧。刘总，爆了，爆了，真的爆了！爆什么爆？天塌下来了！刘总，是拼刀刀，短短1个晚上的时间就有3万新增用户，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速上涨。1晚上3万新增，千真万确，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哈哈哈哈哈！好啊，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这么多人都在玩那个砍一刀的活动，我们不会亏本吧？刘总，您就放心吧，那个砍一刀的算法我看过了，精妙的很，看着好像就差一点点，但最后那0.01%比登天还难。哼，干得不错，总算是没让我失望。刘总，这是今年江城企业家交流会的邀请函，主办方特意送来的，您看今年要不要参加？滚！去交流什么？交流我们柳市的物流市场是怎么被人抢走的吗？是，刘总，我明白了，我这就把这次邀请给推掉。等等，安排一下行程。这次的交流会咱们参加，而且要风风光光的去。刘总，您刚才不是还……你懂个屁！通知下去，这段时间集团所有资源全部向拼刀刀项目倾斜。这次交流会，我要让拼刀刀的名声一夜之间响彻全城。都到门口了，还在玩手机，能不能尊重一下场合？我这不是在薅羊毛吗？你看这台最新款的无人机，还差最后一点点就到手了。对了，把你手机拿出来，帮我砍一刀线。哎呀，刘总、林总，久仰大名啊！王总过奖了。林总，您真是年轻有为啊！运气好我们公司的物流业务可就全仰仗非凡物流了。到时候您可得给我们打个折，照顾照顾老哥的生意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2个。这种级别的场合，没想到你们也能混得进来。我们也没想到你柳大少爷好意思来啊。也对，你们柳氏集团家大业大，不差钱，区一个物流市场，说不要就不要了，大气。一个物流市场而已，就算让给你们又如何？我们柳家依旧是江城最顶级的豪门，而你们不过是捡了点钱的暴发户。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莅临本次江城企业家交流大会，请大家先入座，我们的交流分享即将开始。今晚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江城商界的各位翘楚。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我们江城的龙头企业柳氏集团的负责人柳成才柳总上台为我们分享他的成功经验。在座的各位企业老总，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我知道大家最近可能听到了一些关于我们柳氏集团的流言。没错，我们柳氏集团在物流业务上确实遇到了一些波折，丢失了市场。但是危机同样意味着机遇。我们柳氏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拥有无限潜力的赛道。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集团最近 all in 的项目——拼刀刀。
搞了半天，原来这玩意儿是他弄出来的。非常感谢刘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拼刀刀的模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接下来是提问环节，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刘总提问。看来是我小瞧我这个大哥了，这个拼刀刀确实很抓人心。确实挺有趣的，不过想指着这个翻身，那还是想多了。你有办法对付？我倒是有点想法，正好可以验证一下。哦，非凡物流的林总林凡先生，有请。刘总你好，拼刀刀这套玩法确实很有趣。说实话，我这段时间也玩了，还砍了不少次。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即便是我找遍了身边所有的朋友，最后那0.01%也始终砍不下来。我想请问刘总，是不是设置的有些不太合理呢？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骗局？那0.01%我也砍过，确实怎么都砍不动。林凡这胆子够肥的，当众拆柳家的台。林总，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骗局？这怎么能是骗局呢？我们拼刀刀是江城相关部门重点关注的互联网项目，这一切都是有后台真实数据支持的。看看这些用户，已经有几十人在我们平台上免费拿到了昂贵的笔记本电脑、最新款手机，甚至还有家电套装。难道林总自己砍不下来，就怀疑整个规则的真实性？这恐怕不是平台的问题，而是林总的人员还需要加强啊！那看来真的是我人缘太差了。不过刘总，我算了一笔账，你这又是送手机又是送电脑，既然成功的人这么多，你就不担心这活动办下去，柳氏集团会被薅秃了？亏本生意可不像柳家的风格。林总啊，这就是传统物流行业和互联网思维的区别，这叫拉新。我们把原本要投给电视台、投给户外广告的几千万预算，直接转化成商品回馈给用户，这种人传人的裂变速度比任何广告都有效。算下来，拉一个新用户的成本比广告便宜多了。原来如此，受教了。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砍一刀是永久性的活动吗？别回头等大伙儿都进场了，你发现亏钱了，咔嚓一下把门关了。哈哈哈哈哈哈！林凡，你太小看拼刀刀了，我们的核心就是砍一刀，这是灵魂，怎么可能关闭？且不说我们根本不可能亏本，就算真的亏了，为了这流量和口碑，我们柳家倾家荡产也会一直办下去。行，有刘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笑什么？怎么，林总还是不看好这个项目？实话说，我觉得这玩意儿悬。既然林总觉得悬，那敢不敢再跟我玩一把大的？之前我们打赌那一局我输给你5个亿，我认。今天咱们就赌着拼刀刀能不能成10个亿。林凡，你敢接吗？哈哈哈哈哈哈！刘总真是大善人，这还没过年呢就急着送钱给我。既然你非要送，我要是不收，那多不给柳家面子。这赌约我接了。小畜生，先让你狂一会儿，早晚让你把吃进去的钱加倍给我吐出来。林凡，你今天太冲动了，10个亿。柳成才虽然狂，但他身后有整个柳家的技术团队，拼刀刀这个模式，我觉得成功的概率很大。这个模式确实有很大概率能做成。那你打算怎么办？那可是10个亿啊！放心吧，这次咱们不仅要把那10个亿赢回来，还能顺便把咱们公司全员的办公设备都免费升级一下。你打算怎么做？等我先带你去个地方。兄弟们，今天咱们来大采购！听好了，专挑最贵的砍，手机、平板、顶配电脑、液晶电视，只要是贵的，全都给我砍下来！今晚咱们的目标是让拼刀刀的库存归0。
老板，砍到了一台高配商务笔记本，1分钱没花。我也成了，老板，新款3折叠手机，直接0元下单。报告，大米电视65寸，足100多个兄弟帮忙助力呢。老板，我这边更绝，刚砍到了一个700块的现金红包，秒到账。兄弟们，手活不错，这才刚开始，别停，今晚咱们再接再厉，争取今晚帮刘总把那点库存全清理了。林凡，这砍一刀还能这样？哈哈哈，你大哥不是说只要人缘好就能砍成吗？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兄弟多。我大哥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他引以为傲的社交裂变，会裂变出你这么个怪物。你大哥真是个实诚人，不仅免费送咱们这么多办公设备，等这些货发出来，他还得按合同给咱们非凡物流付一大笔快递费。这叫什么？这叫全自动闭环送钱。我大哥遇到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刘总，高，实在是高，这一招砍一刀，算是把人性那点贪婪琢磨透了。现在的传统电商在您面前那就是土老帽，用不了半年，江城就是柳家的天下了。咱们这些干实体的，以后可全指望刘总帮着销库存了。我那厂子里积压的几万台家电，刘总您可得拉老哥一把。各位叔伯，咱们都是老交情，只要拼叨叨在，大家的货就不愁没销路。能帮到大家，我成才当仁不让。要不怎么说后生可畏呢？林凡那小子还是太嫩。10个亿的赌约啊，我活了这么久，还没见过有人赶着送这种大礼的。刘总，这次一雪前耻，得请客呀。好说，等收网那天，我包下全江城最贵的酒店，请各位不醉不归。刘总，数据爆了。慌什么？没看见这么多长辈在吗？稳重一点。不是，刘总，从交流会结束到现在，咱们平台的新增用户数量呈直线暴涨，就在刚刚已经突破了20万。20万，好，太好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的影响力。是，刘总，虽然人数涨了20万，但是后台显示的砍一刀成功率也在跟着疯狂飙升。成功率高点不正常吗？人多基数大，砍一刀成功的单子肯定会变多，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是高了一点，现在砍一刀的成单量已经突破5万单了，而且全是顶配电脑、手机这些高价值货品，库存已经快空了。什么？5万单？这怎么可能？5万单？这怎么可能？你不会是看错了吧？刘总，我也希望是看错了。您看，实时数据还在掉，5万3、5万6，现在已经突破6万单了。这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砍成功？刘总，这数据涨得确实有点吓人啊！这顶配电脑一台得1万多吧？6万单，1万一台，这已经是6个亿进去了。快停下来！刘总，您说的是什么停下来？废话，当然是这个砍一刀的活动。快通知技术部关掉这个破活动，快去！可是刘总，您刚在交流会上当着媒体的面说过，这个活动永不关闭。如果这时候强行关停，咱们的口碑可就……口碑重要还是老子的命重要？6个亿，那可是6个亿啊！去发公告，就说遇到黑客攻击，就说系统存在严重 bug， 技术部正在紧急排查，滚去办！诸位，实在是不好意思，技术上出了点小意外，小事儿都是小事儿。刘总，理解，这互联网嘛，确实会遇到技术问题，让大家见笑了。那关于刚才提到的家电库存合作，咱们继续。哎呀，刘总，我才想起来，我那小舅子今天过生日，我得赶紧过去。这事儿咱们改天再议。对，我也想起来，我那厂子里还有个剪彩仪式，
刘总您先忙，我们就不添乱了。刘总、刘部不用送了。叔伯们，混蛋，都他妈混蛋！老板，活动断了，页面显示系统维护。我这儿也是，提示我有非法操作，账号被封禁了。我去，我这最后一刀都下去了，结果弹出个网络异常。林凡，你这样薅法，别说我大哥了，就算是世界首富也得被你薅成秃子。切，玩不起就耍赖。紧急公告：拼刀刀 App 遭遇大规模网络黑客攻击。目前砍一刀功能因重大漏洞已暂时下线，所有受攻击期间产生的异常订单均视为无效处理。我大哥，他怎么能出这种昏招？你看吧，这个拼刀刀你大哥根本玩不转。刘总，不好了！怎么了？今天柳氏集团的股票刚开盘就直接跌停了。你说什么？跌停？开盘就跌停？我们柳氏集团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哼，刘总，技术部那边公告发的太生硬了，现在全网都在传我们玩不起，说拼刀刀是骗子软件。现在的风向是，大家对柳氏集团的信心不足，股价想要救回来很难。那总不能让我认那6个亿的损失吧？这笔钱我死也不可能认。刘总，硬抗不是办法，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可以重开活动。你疯了？嫌亏的不够多？不，重开是给外界看的。我们可以宣称 bug 已经修复，为了补偿用户，活动继续。但是我们可以把中奖概率再调低，调到1/1000,000，甚至10万分之一。对，我们可以加上更复杂的门槛，这样谁也不可能砍成功。行，就这么办，立刻给我发公告。拼刀刀那边发新公告了，系统修复，活动继续。什么系统修复？估计就是调低概率罢了。喂，林总，江城财经的记者想采访你，说是想就非凡物流的崛起做一个深度采访，特别是关于您和柳家那位公子的赌约。采访？我这人最讨厌上电视了。那就推了，这时候出风头没好处。记者怎么说？记者说，现在全江城的人都想知道非凡物流哪来的底气挑战柳氏集团，直播间已经有50万人等着了。50万人，那倒是个不错的广告位，让他们进来吧，我正好趁机宣传一下。清雪，快帮我看看，我这发型乱没乱，帅不帅？帅，你最帅行了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城财经的记者。今天我们来到了最近备受关注的非凡物流，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那位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林凡先生。Hello， 江城财经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叫林凡。所以大家明显的物流，甚至停非凡物流，还有一个小姿态。非常感谢林总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非凡物流有了全新的认识。接下来能不能代表广大观众问几个大家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只要不问我银行卡密码，随便问。关于您和柳氏集团刘总的那个赌约，目前闹得沸沸扬扬。您在企业家交流会上公开叫板，是因为觉得拼刀刀这个项目本身不行吗？不，在我看来，拼刀刀是个好项目，逻辑也没问题。但可惜，在刘总手里，这项目活不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质疑刘总的商业能力吗？拼刀刀玩的是什么？是大格局，是大战略，甚至是不计成本的大投入。很显然，刘总暂时还不具备这些资质。您这么评价有什么实质性的依据吗？毕竟柳氏集团今天才发布了系统修复、活动继续的公告。系统修复，活动继续。当然，现在全网都在讨论。既然他们宣称修复了，说要回馈用户，那不如我当着直播间50万观众的面，做个小实验。实验？帮我通知一下公司所有在岗和不在岗的人，抽空来我办公室一趟，帮我砍一刀。咱们也别挑贵的，就这台5000块的笔记本，怎么样？这可是热门机型，估计砍起来会有难度。那才有意思。现在开始。
统计好了吗？刚才一共有多少人？林总，现场排队助力的员工一共17000人，另外通过内部办公群分享，在外跑单的员工协助助力了45300人，一共是62300人参与了这次助力。大家看清楚了吗？6万多人帮我助力，一台5000块的电脑愣是没砍下来。6万多人，这怎么可能？我们作为一家企业，集中全公司的力量去试了，都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大家不妨想一想，咱们普通用户就靠拉上身边几个亲戚朋友，真的能顺利做到吗？这哪里是活动，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把所有人当傻子玩的骗局。我操，6万多人砍不下一台手机，拼叨叨你真行啊！666，我居然还傻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呢。好家伙，原来所谓的修复 bug 就是把中奖概率调低了啊！柳氏集团这波操作简直是把消费者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林先生，这一切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其实我也没想到，拼叨叨原本是个划时代的好点子，可好好的一个项目，就这么被刘总玩坏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本次的突击采访也要结束了。林先生，在直播结束前，您还有什么话想和全网50万观众朋友们说吗？我最后想说的是，既然有这么多观众见证，那我想问问刘总，咱们那个赌约，你应该不会赖账吧？混蛋！林凡，你他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刘总，那个刚才收到的紧急通知，说，董事会那边提出要重开股东会议。重开会议，他们想干什么？听说他们要集体联名罢免您在集团的一切职务，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柳小姐了，说是要重新请她回来主持大局。什么？他们敢？那群老不死的是不是忘了谁才是柳家的继承人？怎么了？从刚才接电话起就魂不守舍的，看你表情怪怪的，跟见了鬼似的。柳氏集团那边把大哥赶出董事会了，那几个元老级股东希望我回去执掌柳氏。这是好消息啊！哈哈哈，柳成才倒台了，你执掌大权，这不正是咱们计划的一环吗？也对，反正有你在，我确实不需要操心这些琐事。话说回来，你要是真执掌了柳氏集团，那我和柳成长之前那个赌约，是不是该由你这个新总裁来兑现了？想得美，那可是10个亿，真给了你，柳氏集团的现金流立马就断了。你是想让我回去接个空壳子啊？那行吧，既然柳大总裁心疼钱，那咱换个条件，这10个亿我不要了。那你要什么？只要不过分，我都答应你。林凡，你别这样。你要是觉得亏欠，那就把拼团这个项目送给我吧。你这个掉进钱眼里的混蛋！老板，拼叨叨整个项目组已经被我们全面接管，包括所有的服务器权限。清雪的动作还挺快。还有，拼叨叨的仓储体系已经和我们非凡物流的后台对接完毕，现在全网的订单都能走我们的自建物流。干得不错。不过林总，说句实话，拼叨叨现在的名声确实臭得可以。您接手这个烂摊子，接下来的推广有什么打算？名声这东西，坏到头了就是好。通知技术部重开砍一刀活动。还砍？现在大家听到这3个字都想骂娘。这次不一样，把中奖概率给我调回来，别玩那些小数点后6位的虚招子。明白了，概率回调，先挽回第一波口碑。这还不够，老一套的玩法已经过时了。告诉技术队加个班，给拼叨叨开发一个直播间功能。直播间？林总，我们只是个购物平台，弄直播功能有必要吗？那是自然。直播间功能开启后，我们还有真正的大事要办。
我要让拼刀刀这3个字彻底翻身。哎呀，亲爱的，咱们干嘛非要来这种偏僻的穷山沟里啊？你看我这新买的裙子都要颠皱了。宝贝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山坳村虽然穷，但山头那几千亩葡萄可是极品，在城里能卖出天价。可我听说今年到处都葡萄大丰收啊，满大街都是卖的，咱们至于跑这么远受罪吗？就是因为大丰收，咱们才得来这里收。大老板，你大老远跑过来，到底是说咋个收法？5块钱1斤，哎呀，大老板真是活菩萨呀！真的吗？要是5块钱，我那2亩地今年的债就能还清了。老头，你想什么美事呢？我说的是5毛。5毛？你开什么玩笑？我这肥料钱都不够，你这明明是抢钱！抢钱？你可以不卖吗？但这穷乡僻壤的路都快断了，除了我，谁还会开着车过来收这些烂地里的货？老板，你心情好，可以涨点，4块。不，3块行不行？行，那我走。嘿，老板，有话好商量，最多8毛，一口价，爱卖不卖。村长爷爷，快看，那边又来了几个人，说要帮咱们卖葡萄。村长您好，我叫林凡，是来帮你们卖葡萄的。兄弟，看着面生啊，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啊？我管你叫林凡还是王凡，这儿的葡萄我全包了。小子，识相的赶紧滚，别耽误老子发财。大老板，你那个价钱我们真不能卖呀！告诉你们，今年葡萄大丰收，城里烂大街了都，你们村不卖，有的是人哭着喊着求我收。别给脸不要脸。村长别急，我能问问这位老板给你们谈的价钱是多少1斤吗？8毛。林老板，这价钱别说赚钱了，我们每家都得往里头亏好几千块呀。哥们儿，8毛钱1斤，你这心也太黑了点吧？我黑？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谈生意关你屁事儿！滚一边去！我最后给个价，看你们可怜，再加2毛，1块钱1斤，1分钟之内决定。不卖的话，我马上就走，你们就等着这些葡萄烂在地里吧。林老板，你也是来买葡萄的，你能出多少钱啊？村长，乡亲们，我们是来助农的，价钱方面大家放心，我给大家2个选择。第一个，你们把所有葡萄都包给我，我出3块钱1斤，现在就可以签合同。我没听错吧？他说3块，3块，我的天啊，这么多钱！3块钱，林老板，我们全卖给你，你就是我们山坳村的大恩人呐！村长，乡亲们，先别激动，听我说完。3块钱是保底价，如果大家想赚的更多一点，我还有第2个选择，我用我们公司的平台帮大家开直播卖货，就对着全国的网友卖，价格我们定在4块钱1斤。我们老板的意思是用手机让城里人直接看到咱们的葡萄有多好，他们在手机上下单，我们非凡物流的车队直接从村里把葡萄拉走，送到他们家里。直播卖剩下的，不管还剩多少，我们公司都按照3块钱1斤的保底价全部收购，大家看怎么样？3块钱吧，就4块钱。小子，你他妈存心的是吧？3块、4块，你他妈是来这里捣乱的！我和乡亲们谈生意，轮得到你在这教？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关你屁事！靠！你他妈找死！敢这么跟我说话？林老板可是我们的恩人，想动林老板，先从我身上跨过去！奶奶个腿的！你个黑心肝的王八蛋，压我们价钱，现在还想打我们的恩人！谁敢动林老板，我跟他拼了！乡亲们，你们别被他骗了，你们可得小心点啊！这家伙100%就是个骗子。放屁！你就是看人家林老板出的钱多，你眼红。你们动脑子想想，现在市里的葡萄才卖多少钱1斤？他给你们3块4块收，他还赚啥钱？
这他妈明显就是在骗你们。林老板，他说的是真的吗？你不会真是骗我们的吧？我都说了，我们是来助农的，就没想着从乡亲们身上赚钱。不赚钱？你当自己是活佛呀？跑这里做慈善呢？林老板，你别怪俺们乡下人多心，你这又是出高价，又说不图赚钱，俺们这心里头实在是没底呀。村长，各位乡亲，我就是看大家辛苦一年种出来的葡萄卖不出去，就想着帮帮大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天底下所有的骗子，开头都说自己是好心帮忙，帮着帮着就把你们的棺材本都给骗走了。这他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啊。是啊，4块钱一斤，卖不掉3块钱收，这好事儿跟做梦一样，我咋越想越害怕呢？你们都动动脑子啊！他说直播，谁知道直播多久？1天、2天，万一到时候他拍拍屁股走人了，你们的葡萄在地里都烂成泥了。林老板，这个老板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这万一直播卖的不好，你人一走，俺们全村老小可就真没活路了啊！村长，乡亲们，大家的担心我完全理解。既然这样，咱们就按第一个方案来，3块钱一斤，你们村所有的葡萄我全包了。村长，你现在就带人去估算一下，全村的葡萄大概有多少斤，估算出来，我们当场签合同，我当场把钱给你们。直接给钱？对，一分不少。我们一手签合同，我一手就把全款打到村里的账上，之后我再借乡亲们的宝地做直播，乡亲们也不用承担风险。好啊，林老板，你就是我们山坳村的活菩萨，我这就带人去算。你带几个人，把直播设备准备好，桌子、灯光、背景板都弄得专业点，再安排人去和村长对接，把收购合同拟好，金额空出来。是，老板。装，我看你继续装。林老板，算出来了，俺们村今年大丰收，地里的葡萄加起来估摸着大概有500万斤。好嘞，村长，500万斤，3块钱一斤，总共是1500万。秘书，合同。村长，你看看合同，没问题的话，在这签个字，我这就转账。1500万，说的跟真的一样。小子，你装逼装上瘾了是吧？我今天倒要开眼，看看你上哪儿变出1500万来。我说哥们儿，你像只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嗡半天了，不烦吗？哼，老子是赚钱黑了点儿，但老子是真金白银的收，不像你在这儿画个1000多万的大饼，把这些老实人骗得团团转。哦，这么说，你觉得我拿不出这笔钱？就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行啊，那要不咱们打个赌？赌什么？就赌我这笔钱能不能一分不差的转到村里的账上。好，赌就赌，谁输了就跪在地上叫爷爷。签好了，林老板您过目。好，村长，把村里的账户给我，我这就给你们转账。哎，周会计，老周，你快过来！哎，来了。林老板，这是我们村的账户，您把钱打到这张卡就行。行。装，等下转账失败，我看你还怎么装。来了，短信来了，到账了，1500万，一分不少，全到账了。林老板，你就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呐！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孙子，现在该叫爷爷了。你他妈别太过分了！这是想赖账啊！哼，老子就是赖账了，你能拿老子怎么样？江城的柳氏集团大公子都不敢赖我的账，你倒是比那个柳成才还勇敢啊！哈哈哈哈！你他妈真会吹牛逼！行，看来这账你是赖定了。帮我查一下这奸商是什么来路。
林先生，刚才我就安排人查了，这家伙叫吴来，在江城水果批发市场混的，就是个二道贩子，靠着压榨果农和信息差赚黑心钱。通知下去，我们集团旗下所有的司机不准接他的任何一单货。是。吹牛逼呢？还你们集团？老子告诉你，老子可是和江城最大的非凡物流签的独家合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连非凡物流你都能管？你算个什么东西？巧了，你要是签的别的物流公司，我还真不一定管得了你。可偏偏是非凡物流，你他妈放什么屁呢？整个江城除了非凡物流，哪他妈还有别的像样？听见没？王经理给我打电话了，小子，你给我等着！吴来先生你好，这里是非凡物流法务部，我司正式通知您，从即刻起，单方面与您解除所有运输合约，合同违约金将在24小时内打入您的账户，请注意查。解除合约？为什么？是你干的？这不可能！你究竟是谁？非凡集团老板林凡。爷爷，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把我当个屁，把我给放了吧，求求您了，爷爷！别，我可没你这么无赖的孙子。林总，林老板，我给您磕头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您高抬贵手，给我一条活路吧。此事联系一下平台，准备直播。姓林的，叫你一声林总是给你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以为整个江城就你一家物流公司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物流公司当然还有别家，但最便宜的肯定是我们家。没有非凡物流，你的成本应该会让你头疼不少吧？吴来先生，你要是不想滚，就闭上你的臭嘴，别影响我们给乡亲们直播带货。好，直播是吧？真拿自己当网红了，我今天就不走了。我倒是要亲眼看看你这狗屁直播能卖出去多少葡萄。行，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看看什么叫直播带货。通知下去，拼叨叨直播间助农专场立刻开始。另外，让江城总部的所有物流团队全部动起来，到村口待命，做好打包发货的准备。是，林先生。拼叨叨，非凡集团与拼叨叨官方助农专场，这是什么东西啊？拼叨叨不是都凉透了吗？这是又整什么幺蛾子了？助农，这种噱头我见多了，不就是骗子软件想换个花样骗人下载吗？欢迎大家来到拼叨叨助农直播间，我是本次助农活动的发起人林凡。等等，这林凡怎么跑到乒乓的直播间里来了？什么情况？林凡不是正和柳氏集团死磕呢吗？怎么还帮对头卖起货来了？看来大家疑惑挺多啊。成，既然都聊到这儿了，我就顺嘴跟大家伙交个底。之前我和柳氏集团那个10个亿的赌约，大家伙都知道吧？说实话，那个数太虚，所以我跟柳氏那边友好协商了一下。简单点说，从现在起，拼叨叨就归我了。我操，666他妈神了！这哪是赢赌约，这是直接把人老家给抄了呀！行了，闲话少叙，言归正传。今天咱们这个助农专场，目的只有一个，帮这儿的乡亲们把果子卖出去。大伙瞧瞧，这品质，这卖相，今年老天爷赏饭吃，大丰收。可路不好，商贩压价压得心口疼，咱们不能让勤快人流汗又流泪。我林凡在这儿把话撂出，今天以及今后所有的助农订单，拼叨叨平台分文不全额返给农户。怎么可能？这他妈也有人买！这全是买咱葡萄的。林老板，这一会儿功夫得是多少斤呢？俺得赶紧叫全村老少都过来，不能耽误人家吃新鲜的。村长，5分钟，5000斤。5000斤！妈呀，俺们村就这么点人手，就算不睡觉也供不上货。哈哈哈哈！卖出去又咋样？这么多订单，等村里这几个人摘完，早他妈烂地里了。村长，别慌，我既然敢卖，就早把人给你备齐了。通知采摘组，开工了。明白。采摘组说的和真的一样。哼，怎么回事？地震了？这声音不对劲啊，好像是千军万马。大家伙别紧张，不是地震，是我请的专业采摘队到，走，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效率。这些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这哪是干活啊，这是打仗吧？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的天，这整齐度，这力度，林总你是从哪儿搞来的这帮神仙？这他妈是真助农啊！这物流成本得多少钱？我得赶紧叫我7大姑8大姨都来买！
各位，最后的1000箱刚才也发车了。我刚才对了一下数，咱们这趟助农直播总计售出葡萄500万斤。我代表这儿的乡亲，谢谢各位的爱心，今天的直播圆满收官。林老板，大恩不言谢，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果子能一下卖光的，您累坏了吧？快，跟我回去吃饭。村长、周会计，你们的好意我领了，饭就不吃了。林老板，您咋又给俺转了这么多钱？这可是100万啊！啥？100万？林老板，这绝对不行！刚才卖货的钱都已经一分不少到账了，这钱俺们不能要。老周，快赶紧给林老板退回去。村长，收着。之前说好了，直播助农的价格是4块钱1斤，这100万是补的差价。林老板，您这就是活菩萨转世啊！俺老汉代全村老少给您磕头了。别，村长，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拿这钱给村里修修路，下次我再来，别让我的车陷泥里就行。今日，拼刀刀新任负责人林凡先生携手非凡物流深入一线，以惊人的非凡速度完成500。林凡，这家伙，什么？我爸他……好，我马上到。清雪，这都几点了，还没睡？是不是看到新闻想夸夸我这个企业家标杆？林凡，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人民医院？我爸他醒了。林凡，谁让你来的？给我滚出去！大哥，是我叫他来的，你发什么疯？清雪，别急，伯父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还在检查，我也不知道。刘小姐，刘先生，你们可以彻底放心了。刘董的各项生命体征都非常平稳，意识也完全清醒。接下来只要安心静养，很快就能出院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爸，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傻孩子，哭什么？爸这不是好好的吗？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家清雪的对象？爸，您刚醒过来，胡说什么呢？他是我朋友。爸，这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他做局，把我从董事会撵走的。爸，您别听大哥胡说，明明是他自己经营不善。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他用阴谋诡计，我怎么会……都给我住口！我还没老糊涂，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自己会查清楚。老张，是我醒了。行了，别激动了，你给我说说这段时间那俩孩子发生的事儿。爸，您别激动，医生说您要静养。柳成才，你过来！爸，你可一定要替我做。混账东西！为了一个董事长的位子，把自己的亲妹妹赶出公司，还差点把柳氏几十年的基业全都败光。爸，我没有，是他们合起伙来算计我。滚！我现在不想再看到你，给我滚出去！林凡是吧？你过来一下。我去，这老爷子要干嘛？打了他可不能再打我了。小伙子，不错，有本事，是块好料。伯父，您过奖了。我家清雪啊，从小就被我跟他妈惯坏了，没受过什么委屈。有时候大小姐脾气重了些，你要多包容她。爸，您胡说什么呢？我哪有大小姐脾气？您跟她说这些干嘛？好，不说了，我不说了。当着外人的面，给我的宝贝女儿留点面子。小林，你是个有本事的年轻人，但我有句话要送给你：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希望你以后能用你的本事，多做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伯父看好你。谢谢伯父的信任和教诲，我记下了，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好了，你们俩都回去吧，我这把老骨头也累了，该休息了。
清雪，你也忙了一天了，让小林送你回去，早点休息。爸，那我明天早上再来看您。伯父，那你好好休息，改天我再来看你。那个，我爸他今天刚醒，脑子可能还有点糊涂。他刚才在病房里说的话，你别当真啊，他就是误会我们俩。不，清雪，我觉得伯父说的话很有道理。什么有道理啊？你都在想些什么啊？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想趁机表白吗？天啊，这么突然，我要怎么回答？是答应还是矜持一下？哎呀，羞死人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我觉得伯父这句话总结的太精辟了，说的确实有道理。你刚才想了半天，想的就是这个？对啊，那不然呢？你给我下车！现在，立刻，马上！我觉得伯父说的另一句话也很有道理。林凡，你放手！伯父说的没错，你这大小姐脾气是挺重的，看来我果然需要多多包容你。臭流氓，谁让你包容了？你快放开我！各位，今天是龙泉度假山庄竣工的日子，也是我们合作共赢的开始。林总、刘总，我果然没看错人，这进度、这质量，换了别人真搞不定。赵总过奖了。哎，客套话就不说了。今天请二位单独坐坐，其实是想私下问问林总，你对拼刀刀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想法？拼刀刀？没错，现在的拼刀刀已经是全国最火的网购平台了，流量、现金流你都有了。以后呢，就守着这摊子收买路钱。这个嘛，目前的计划是继续深耕供应链，最终目标是扩大规模，走向全世界。林总，你这个想法很伤人，也确实很正常。但我有个提议，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赵总，请讲，我听着。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把拼刀刀从一个以撮合交易为主的互联网公司，逐步转型为以技术突破为核心的科技公司。科技公司，赵总，您这意思是？其实我说这话，不光代表赵家，也代表了上面的意思。官方？赵总，您的意思是官方在关注拼刀刀？没错，现在的互联网巨头成型之后都在干什么？抢菜贩子的生意，搞金融放贷，全在业务层面内卷。国内的硬核技术始终受制于人。官方希望像你们这样有冲劲、有资本的企业，能把精力放在那些硬骨头上。的确，在很多人看来，公司是要盈利的，搞底层研发，培养更多人才，那根本就是无底洞，所以才说难啊！能有这种觉悟的公司太少了。林凡，你很年轻，我希望你能和他们不一样。小伙子，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赵总，我会好好考虑的。林总、刘总，根据我们最新收集到的全球信息简报，目前华夏在多个尖端科技领域仍然受到西方世界的严格技术限制，其中最严峻的就是半导体行业，制造高端芯片所必需的 EUV 光刻机被严令禁止售卖给我国任何企业，这也使得国内的芯片技术发展被卡住了脖子，严重迟缓。没想到在科技上，我们国家竟然被这么欺负。是啊，要不是昨天赵总点醒我还一直以为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根本想不到水面下还有这么汹涌的暗流。林凡，赵总也只是提个建议，你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能有今天的成绩，你已经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好了。清雪，我觉得赵总说的很有道理。我靠着这些死士，开建筑公司打螺丝，做外卖平台送外卖，搞物流开货车，
这些确实让我赚到了海量的财富，但这些钱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我在和最普通的劳动者抢饭碗。我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的生活本就艰难，上有老下有小，就指着送外卖、跑工地补贴家用，却因为我的出现，被无情地挤压了生存空间。清雪，我要成立一家新公司，一家能够帮助国家真正突破技术封锁的科技公司。林凡，你有这个心，我比谁都支持你。可是成立这样的公司，资金方面我相信你没问题，柳家也会支持你，但资金只是次要的，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是人才啊！顶尖的科学家不是光有钱就能请来的。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最大的难题。我相信国内很多有志于此的企业都卡在这一步。想要进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就必须花费漫长的时间，从零开始，自己重新培养顶尖人才。不过，对别人来说是天堑的难题，对我来说却未必。人才这方面，我可从来不缺啊。科技型人才招募费用每人每天500元，可指定专业领域。每人每天500块，换算下来，月薪15000。对于顶尖科学家来说，这个价格简直是白给。系统给我招募光学、材料学、微粒子、量子计算，所有尖端科技领域的人才，我全都要。林凡，这是林总、刘总，首席科学家陈默向您报道，光学、材料学、微电子学实验室已就绪，360名科研人员全部到位，5能1芯片、EUV 光刻机核心攻关项目随时可启动。陈博士，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这么多科学家啊？清雪，我最不缺的就是人才。陈默，你们只有一个任务，所需钱、设备、材料不计成本，我只要最短时间内让华夏有自己的 EUV 光刻机。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这也不是有钱能解释的。林凡，你到底有着什么秘密？好一个林凡，好一个非凡科技，我还是小看他了。这么短的时间能聚集数百名查无此人的顶尖科学家，他不是过江猛龙，是深不可测的大海。老爷，林先生确实非同常人，他这是要捅破天。传我命令，立刻召开柳氏最高董事会，深夜也要开。老爷，您是想支持林先生？股东们恐怕有阻力，这是拿柳氏未来去赌啊！有阻力就搬开，谁反对就滚出柳氏。柳氏从今天起全力支持非凡科技，现金流、供应链、政策资源全部倾斜。这种为国为民的大事，我就算赌上整个柳氏集团又如何？这个非凡科技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是从哪里来的？你的情报网就是狗屎！总裁，我们查遍全球数据库，这些人凭空出现，没有任何记录。就凭他们想造 EUV 脏科机，这纯属就是做梦！我要让他们彻底醒过来，立刻切断所有供给华夏的高纯度石英、特种镜片和精密零部件，从技术到原料都给我全面封锁！总裁，这会撕毁上百份合同，激怒华夏市场，损失巨大。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挑战巨人的代价，让他们连一片合格镜片都造不出来。把这个婴儿饿死在摇篮里。林凡，出事了！国外联合37家上游供应商单方面撕毁与华夏所有供货合同，高纯度硅片、光刻胶、蔡司镜片、核心原材料全被断供，他们要釜底抽薪！林总、刘总，海外采购渠道电话被打爆，对方宁可付天价违约金也要终止合作，市场部快急疯了。意料之中，通知下去，所有海外采购计划作废，一个螺丝钉都不要他们的。那材料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接材料实验室，陈默。林总，什么指示？海外供货停了，材料实验室24小时3班倒，把所有核心原材料从无到有造出来。收到！我们等着命令很久了，保证完成任务。能用钱买的从不是核心技术，好戏才刚开始。自己造全部原材料，这怎么可能？报告 ，A 组高存硅料纯度达9个9，正冲击11个9。B 组光刻胶模拟测试成功，性能超越进口产品。
C 组特种气体合成完成，纯度达标。林总 ，EUV 光刻机所需108种核心原材料已全部实现国产化替代，100%自给自足，每项性能均优于进口。1周，这简直是神迹！辛苦了，下去休息。我们不累，请求归队参与光刻机总装。建国兄，非凡科技太烧钱，海外又全面封锁，这就是无底洞。柳氏现金流经不起折腾。是啊，老爷子，万一项目失败，整个柳氏都要被拖垮，我们要对员工负责。各位叔伯的担忧，我听到了。林先生，既然你听到了，那你怎么保证我们的投资不血本无归？我不需要保证，但我承诺，3个月内，非凡科技将成功流片5纳米芯片，届时收益，柳氏占40%。3个月？那些老外可是花了足足20年。那是他们，不是我。所有原材料我们已经完成自给自足，所有的技术我们也都攻克，这是非凡的底气。选抱着钱贬值，还是跟我开创时代，你们自己定。我选了，赌上一切，陪林凡捅破天。其他人如果也同意，那就举手投票。看来是全票通过了。哈哈哈哈哈哈！好，既然这样，那柳氏所有资源任凭林凡调遣。哼。离已经3个月了，我们将所有的原材料都封锁了这么久，那个叫非凡科技的跳梁小丑，是不是已经活不下去了？总裁，这是必然的。华夏有句老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是一群妄想挑战巨人权威的蚂蚁罢了。说得好，把这件事通过我们收买的那些狗腿子给我大肆宣传出去，我要让所有华夏人都看到挑战我们的技术霸权会是什么下场。好的，总裁，我马上去办。不好了，总裁！慌张什么？天塌下来了吗？那个非凡科技，他们突然宣布已经完成了100%国产化的5纳米芯片制作，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全网直播新品发布会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看。What did you say？ 这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原材料呢？我们的封锁呢？我操！真的假的？国内芯片突破封锁了？兄弟们，别打了，快看非凡科技的新品发布会直播，我们的芯片成了！靠，你疯了？又看什么科幻片呢？比科幻片还他妈科幻，是真的，全网都爆了！哇！唉，还是不行，光源功率上不去，镜片精度也达不到，我们还是绕不过 EUV 光刻机这座大山。别灰心，再想想别的办法，肯定能。非凡科技完成了，他们真的完成了技术突破。各位来宾以及所有通过直播观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凡科技的新品发布会。
技术封锁、原材料断供，这些困难从创立当天就伴随着非凡科技。可经过3个月，我们不仅克服了困难，更是交出了一份答卷。这是非凡科技龙芯1号全球首款全新架构5纳米制程芯片。爸，我们成功了！成功了！龙芯1号综合运算性能超越同级产品 30%， 功耗降低 20%。更重要的是，我向全世界郑重承诺，龙芯1号从设计、生产到封装、测试，所有环节、设备、原材料100%自主研发，国产可控。林先生，100%国产化包含 EUV 光刻机吗？全世界只有一家国外公司能生产这种设备，你们若使用了他们的设备，何来完全自主？林总，光刻机被誉为芯片之母，眼下国内高端光刻机本就受制于人，连核心设备都缺失，又怎么凭空造出高端芯片？难道贵公司这款芯片根本经不起深究？看来大家对芯片的制作都有所了解。我们当然知道，没有光刻机就没有芯片，所以在研发龙芯1号前，我们顺手先攻克了光刻机。光源功率400瓦，分辨率小于 1.3 纳米等关键参数均超越世界顶尖水平。这台光刻机同样100%自主研发，从螺丝钉到核心光源无一例外。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总裁，会不会是伪造数据？吹牛？吹牛？吹牛能将参数说明的这么精准 ？0.55 NA，400W 功率，比我们下一代产品还激进，一定是内部泄密，有人把核心技术卖给了华夏人，给我彻查！所有接触核心技术的人，我要让叛徒死无葬身之地！各位，芯片和光刻机只是今天的开胃菜，本次发布会我们还有其他消息要分享。非凡 EDA 工业设计软件是所有芯片设计的基石，盘古 OS 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问道 AI 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人工智能，以及我们今天没有列出的更多领域。非凡科技之所以要同时推进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核心目标：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科技壁垒。我们要彻底粉碎西方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所有科技霸权。说得好，干翻他们！听到了吗？这才是我们华夏企业家的担当。我的天，我是在见证历史吗？从今天起，林凡就是我唯一的男神，霸权粉碎他！非凡科技牛逼！好，太棒了，就该这样。小王，上着班呢，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呢？主管，你快看非凡科技发布会，我们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和 EDA 了，以后再也不用看那些外国公司的脸色了。自主，全方位的自主，我们盼了多少年，等了多少年啊！老师，这简直就是我们国内科技领域的福音啊！有了这些基础工具和平台，我们的研发进度能甩开膀子往前冲了。大新闻，天大的新闻！不，这个标题还不够劲爆。对，就是这个。我要把这些消息第一时间发布出去，头版头条一定得是头版头条，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时代来了。林总，您提出的这个科技全面突围计划，无疑是利国利民的伟大蓝图。可在场的各位，包括我，都很担心一个问题：仅仅依靠非凡科技一家公司，真的能撑起这么宏大的计划吗？林总，您提出的这个科技全面突围计划，无疑是利国利民的伟大蓝图。可在场的各位，包括我，都很担心一个问题：仅仅依靠非凡科技一家公司，真的能撑起这么宏大的计划吗？这位记者朋友，你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没错，你说的很对。上述的任何一个目标，如果想做到世界顶尖，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已经是非常不易的挑战。无论是数百上千亿的资金投入，还是顶尖人才的储备与发掘，都不是一家公司能够独立完成。所以，我们非凡科技除了会竭尽全力、不计成本的去推动这些项目外，今天
我还有一件比科技片突围计划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什么意思？一个科技公司难道要办一所大学？我操，这非凡科技怕是要疯吧？办大学？这图什么？难不成是要赚学费？我计划投入1000亿资金，建造一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科技大学。这所大学不看你的出身，不看你的学历，无论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还是在读的大学生，甚至是已经参加工作，但依旧渴望在最新科技领域有所钻研的有识之士。只要你有能力，有梦想，都可以通过考核进入学习。我林凡，我们非凡科技愿以最优厚的待遇，招揽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最优秀的工程师来此任教。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华夏培养更多更强的科技人才。我希望看到的不是非凡科技的一枝独秀，而是整个华夏科技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携起手来，共同实现所有领域的技术突围，让科技的荣光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系统，帮我估算一下，实现这些计划所需要招募的精英死士需要花费多少成本？我的盈利能否支撑？宿主无需担心，您现在的盈利完全可以支撑所有的机会。但是什么？宿主，系统不建议你独自完成如此繁多又庞大的计划。您一个人的强大，甚至一个公司、一个集团的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强大。只有您所在的国家强大，国内所有的民族企业都强大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强大。所有企业都强大起来，就让我用系统里的死士们为这个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吧。我叫林凡，不久前还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待业青年，但还好老天开眼，让我绑定了死士系统。在死士系统的帮助下，我的人生从此天翻地覆。我拥有了国内最顶级的建筑公司，各位注意，我拥有了国内最大的网购平台。快！这款新手机帮哥们砍一刀。OK， 砍完了。这个电脑你也帮我砍一下。我拥有了国内最大的物流团队。您好，您的外卖，请慢用，祝您用餐愉快。我还拥有了国内最优秀的科研团队。成功了！王老，您看这个数据模型，我们成功模拟出了可控核聚变的稳定运行轨迹。而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校长好。你们好。年轻真好，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别这么老气横秋嘛，说的我们好像多老似的。柳大校花，咱们也还年轻着呢。就你贫。不过林凡说真的，看着这一切，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太不真实了。是啊，真像是在做梦。一个我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梦。那你今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其实我一直都还有个心愿没实现。哦，什么心愿？人家都说先成家后立业，你看我现在事业上勉强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吧。可是这家还没成，所以我在想，要不柳校花帮帮忙？你讨厌，谁要帮你了？你不帮我，我可就赖上你。